是鬼！快点放火！关中，直奔洛阳。是，出发。这。将免礼。报！大将军，镇远隘口遇袭。镇远隘口是突勒骑兵吗？有多少人？烽火传信，具体情况不明。再探。是。传令，发兵镇远岸。 军士都变成了白骨，大将军，这绝对不是人力所为，是鬼，是鬼呀！住口！身为大军副将，妖言惑众，该当何罪？大将军恕罪。哼！有没有幸存的军士？末将率人查遍隘口，没有发现活口。大将军，弟兄们都阵亡了。大将军！ 大将军，怎么了？大将军，刚刚我们在烽火台下发现了一个人，他还活着。哦，快抬过来！大将军，快说说，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妖怪，是妖怪！妖怪？ 是妖怪，他们像黑云一般，骑着快马冲进隘口。兄弟们转眼间
便被他们剃成了白骨，太可怕了。这些人是怎样将人剃成了白骨？他们举着弯刀，坐在马背上，像旋风一样，围着咱们的弟兄转上2圈，兄弟们就变成白骨倒在地上了。大将军，这些都是小的亲眼所见的。镇定一下，不要害怕，仔细想想，这些人有没有说过话？他们好像讲的是吐勒话。吐勒话？是。他们有多少？大约有50左右。只有50人。大将军，你没有看到，他们真的不是人，是妖怪，是妖怪呀！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小的点燃烽火后，跳下了烽火台，他们以为小的摔死了，这才……他们朝哪个方向去了？关内方向。带他下去疗伤。是。他们究竟是什么人？难道真的是突勒骑兵？测试卢温。大人，仍是高热，还要再等等。不能再等了。大人，卢温过热，金水流淌，一旦注入角度拿捏的稍有失当，金水必定喷溅而出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一杆，轻放2寸。大人，角度太大了吧？金水会溢出来的。3杆，上调3寸。大人，角度太大，怕是不行了，赶快回炉吧。2杆上调5寸。大人之能真是冠绝今古，9000两金水是涓滴未洒，难怪圣上以大师之名誉之啊！
那边怎么样？10日之后善金局。好。小事的留下随身财物，否则要你们脑袋！走吧。参见刺史大人。陆司马，为何击鼓啊？刚刚接到南市访政里长来报，昨天夜间南市东街柳条巷发生命案。哦，据访政演讲，共有3名死者，尸身血肉皆无，只剩下3副骨架。有这等事？是啊，卑职也觉得此事颇为蹊跷，因此才惊动刺史大人。被叫去南市。是。恩师，曾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在等您呢。等我啊！看你这股至诚的劲儿，一定是又有难解的案子发生了，对不对？恩师，要不说您是神人呐，真是不假，一猜便中。昨夜，南市东街柳条巷发生命案，3名死者被快刀劈成了白骨。劈成白骨？正是。学生率司马和法曹勘察了现场，地上扔着3柄钢刀，周围的地面、墙上沾满了血肉，形状非常恐怖。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痕迹，学生难以定夺，因此特在宫门前迎等恩师，请您莫辞辛劳，与学生同到现场勘察一番。我这个洛州牧不仅是你的上官，也是洛阳百姓的父母官。自己地面上出了事，当然该去。哦，对了，你派人回府，把元芳也叫到现场。学生早就派人去了，这会儿，元芳应该已经到了。好，想到我前面了走吧。好。闪开！大人来了！让一让。哦，大人，你看他果然已经到了。元芳啊，这才叫兵贵乎神速啊！卑职蒙洛州刺史曾大人见召，敢不从速乎？罢了，无端一时，皇家卫率领袖李大将军
学生可是做了个僭越之罪呀！元芳，怎么样？有何发现？哦，大人，您看，这把刀没有开刃，刀尖也是钝的。不错。三柄钢刀都没有开刃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就现场的情状来看，3名死者真的是被人当场踢成白骨。啊，大人，卑职也是这样认为。不仅如此，从墙上的血肉痕迹及死者白骨上的刀痕可以断定，凶手绝不是杀人后慢慢将死者踢成白骨，而是在死者活着的时候瞬间完成的。什么？瞬间将一个大活人踢成白骨？这不大可能吧？人是动的，不会死站在原地任人宰割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是死者原地不动，任由凶手施暴，能在瞬间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踢成这般模样，这需要什么样的刀？又需要什么样的力量和速度啊？但是，这恐怕不是人力所能及的呀。玉红，元芳说得很对，可以肯定，行凶之人是在迅猛的动作之中将死者踢成了白骨。真有这种事儿？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的：今晨尹某之间，行凶之人走进柳条巷，突遭3名持刀强盗的围抢。这一点从地上没有开刃的钢刀可以得到证实。恩师，您的意思是，地上这3具白骨是持刀的强盗？不错。可恩师，这3把没有开刃的钢刀，怎么能够证实这一点呢？是啊，大人，我也不明白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，你们完全可以想到，只是你们心中有一种常人都会有的同情心理，先入为主的认为死者肯定是受害人，对吗？是，也许吧。这样吧，元芳，我给你提个问题：如果换了你，拿着一柄没有开刃的钝头钢刀，深夜跑到街上，你会做什么呢？拿着钝刀上街，肯定不是为了杀人，会不会是为了卖刀啊？半夜出来卖刀？确实晚了点儿。大人说的不错，这3个人拿着不开刃的钝刀，是想吓唬半夜过路的胆小行人抢劫财物。没想到他们碰到了一位末路豪强，就在他们将此人围住的一瞬间，此人拔出了随身的武器，转瞬之间便将3名强匪踢为白骨。
这一点从地面和墙上四溅的血肉可以得到证实。如果行凶之人是将死者杀死之后再行剔骨，墙面上是不会见有血肉的。有道理。可恩师，我还是难以置信，这世上真会有这样的人。曾兄说的不错，行凶之人刀法之精，力量之大，速度之快，都是卑职平生仅见。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？大人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个神秘人物绝非中土人士。是的，中土武功以技巧著称，讲究的是闪展腾挪、飞纵提拔，发力讲借力攻力，很少有这种全凭自身速度和力量的硬功夫。刚刚我在死者的尸骨之下还发现了这个，这是青楼歌伶使用的香袋。是的，这种香袋是歌舞伶人在一曲终了之后掷给客人的。如果客人还需要歌舞，便将香袋掷回；如果不需要，便将香袋放于桌案之上，由杂役收回。不错。这样的香袋怎么会掉在街上？而且掉在了凶案发生的现场。刚刚我仔细看过，这是一只崭新的香袋。依我推断，它很可能属于那个神秘人物。如果这个推断成立，那就证明行凶之人一定是从附近的青楼买醉而归，途经此地遇到了强盗。不错，不错。你们看，香袋上面绣有“玉红”二字。曾台啊，你立刻出差，居传南市所有名叫玉红的青楼女子到案。尔等都叫玉红啊？回大人，正是。不要害怕，本官传唤尔等是有些情况要向你们了解，问到何人，一定要据实回禀。是。这里有一只香袋，你们看一看，是何人之物？回大人，这是妾身的香袋。你是哪间坊司的伶人？妾身是响花楼的武伶。打发其他玉红们回去，每人赏2贯钱。是。走吧，走吧，跟我来。是。你是如何将香袋遗失的？回大人，昨天夜里2层流花阁接的3位客人点了妾身的水牌。客人把香袋接过后揣进怀中，便不曾还给妾身。那客人是怎生模样？身穿大石黑袍，浓眉方脸。只有他一个人吗？不是，还有2位客人，自始至终都在帐幔中低语，未曾出来。你刚刚说那位客人穿的是黑色的大石长袍？正是。也就是说，此人并非是中土人士？不是，他说的话我们都听不懂。
他都说了些什么？第一曲舞罢，我将香袋掷给了他，他揣进怀中。我还以为他不再要歌舞了，正要退下，他突然喊了一句，大家都没有听懂。幸亏有一位敦煌乐师在场，说他要我们继续。阿婆利度，他让你们继续唱，继续跳。这个敦煌乐师能够听懂他的话？正是。你去将那名乐师唤来。是。参见大人。起来回话。谢大人。听玉红演讲，昨日流花阁中的客人说话，你能听懂？正是。昨日那位客人讲的是突勒话。你说他讲的是突勒话？正是。昨日那位客人说阿波利度，突勒话的意思就是继续。这3位客人是何时到来，何时离去啊？大约是亥时到来，寅时离去。好了，你们去吧。是。大人，想不到这个神秘人物竟然是突勒人。曾太，你立刻撒出刺史府所有人役，遍查全城的旅社、客栈，一定要找到这个神秘的突勒。是。元芳啊，大人，本不想打扰您，还是打扰了。大人，您还在想柳条巷剔骨案？是啊，不知为什么，此案令我心中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呢。此案就案情本身来说，并不复杂，然其所带出的背后关联却是耐人寻味。而今突勒国内以默杜可汗之子赫鲁为首的好战派贵族占据了上风，他们屡屡出兵骚扰剽掠我边境诸州，边关的情势可以说是非常紧张啊。那吉利可汗的态度呢？
突勒不似天朝，我天朝乃是大一统的天下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而突勒是由众多的部族和部落组成，最基础的便是夺路五部及努什毕五部，是所谓的突勒十部，每一部都有自己的最高长官。夺路部称为四金，努什毕部称为绰。这五绰五四金就是突勒国内级别最高的贵族。目前这10大贵族半数以上支持赫鲁，吉利可汗法不治众，也不能过为己甚。是这样。突勒自英勇的统叶护可汗逝世后，就再没有出现一位强势可汗。吉利可汗虽然与我天朝交好，然还是失之脆弱，终为好战贵族所致。是啊。哦，我们坐下说吧。你想一想，而今边关吃紧，榷场关闭，进关做生意的突勒人早已奉天朝诏令返回关外，而这个神秘的突勒高手恰在此时出现在洛阳，而且是化妆成大食人。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这个突勒高手，而是自始至终躲在帐幔中的另外2名客人。从玉红的叙述不难听出，这位突勒高手不过是替那2位密谋的客人看守望风的。不错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，在帐幔中密谋的2个人当中，有1人是这位高手的主人，当然此人肯定也是突勒人。不错不错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？有句话叫做有仆看主，你想想，能够亦是如此高手的，会是普通的突勒商人吗？如果这个推论成立，可以肯定这个高手的主人定是一位突勒贵族。在2国边境形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，一位突勒贵族竟会在神都洛阳秘密活动，这难道不奇怪吗？不错，这里边一定有鬼。这就是我严令曾泰一定要找到那个神秘突勒人的原因。今天在宫中，圣上对我提及，准备在吉利可汗寿诞之日赐婚。这就需要一支和亲使团，一来护送公主赴突勒，二来为吉利可汗祝寿。而最重要的，当然是巩固2国盟好之约。我向皇帝举荐了你和曾泰。我？你熟谙突勒事务，与吉利可汗和敦煌主将王孝杰都是好朋友。这副担子，你不挑谁来挑啊？大人说的是，国家大事，远方责无旁贷。他只怕卑职才疏学浅，难当此任。你太谦了，此事目前圣上正在考虑之中。孝杰与你有书信往来吗？常有，上个月还接到他一封来信。说了些什么？孝杰的性格，大人是最了解的，左不过在信中发牢骚，说眼看着突勒大军骚扰边境，剽掠地方，却被各部严加约束，不能出城与敌交战，说自己这西北道行军大总管做的窝囊，还不如做个当兵的，拎着刀出去与突勒人大干一场。这个孝杰呀，脾气是丝毫未改呀。大帅，孝杰的脾气这辈子改不了。说曹操就到了。孝杰，大帅，孝杰
叩见大帅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小姐请起。你这位行军大总管给我磕头，我可是不敢当啊！啊，什么行军大总管？我看是窝囊大总管。哎，怎么样，大人？说着就来了吧？元芳，小姐，别来无恙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都好，都好，就是想你们啊。我说老弟，你怎么样啊？我们一切都好。哎，小姐，你怎么私自回京了？瞧把你紧张的！老王我怎敢擅离训地？这次是奉诏回京。哎，皇帝大寿，自然要招爱将回朝祝寿啊！哎，还是大帅脑子快，一猜就是8、9不离十。哎，小姐怎么站着说话啊？快坐，坐啊！好啊，请。好，小姐啊，啊，敦煌郡的情况怎么样啊？啊，不瞒大帅，各部整天让我们防守，岂不闻兵法云：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。龟缩在城里，让我们怎么防啊？啊，防了东边，突勒人偷袭西边；防了南边，嘿，突勒人又从北面来了。看起来突勒人闹得很凶啊。可不是，大帅有所不知，突勒人几乎是天天来呀。有时是小股骑兵抢完就跑，有时是集中主力突破缺口，抢占村镇，杀人放火，劫掠一空而后离去。哼！哎，可我们呢，明明手中握有10万大军，却只能干瞧着。嘿，真他娘的窝火呀！小姐啊，难为你了。但是为社稷安危，为黎民百姓，你要忍耐，再忍耐，绝不可妄动杀伐。一旦战火燃起，势必触发北地的全面战争，到那时，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大帅，道理我都明白，可咱也不能永远被动挨打吧？是啊，要将这一情况禀明圣上，对那些主战贵族，不妨狠狠地敲上一敲，一次就让他们知道厉害。招啊！嘿，大帅，还得是您，一句话就说到小姐心坎里去了。哦，对了，大帅啊，前些日子敦煌还出了件怪事。哦，什么怪事？大约20天前，突勒前军主帅齐格调动2个鹰师1个豹师，逼近敦煌城北，末将命主力收缩。不想傍晚，一支神秘的骑兵突袭镇远隘口，200名守隘军士，除1人幸存，其余全部阵亡。哦，哎，不光如此，最令人感到恐怖的是，所有死去的官兵都被踢成了白骨。啊！踢成白骨？啊，是啊。你们怎么了？小姐，昨夜洛阳柳条巷发生命案，3名死者被凶手踢成了白骨。啊？难道他们跑到神都来了？他们是谁？突袭镇远隘口的是50名身着黑袍的骑兵。据幸存的军士描述，这些人像黑云般涌进隘口，手持弯刀，围着守隘的军士们转上几圈，军士们便成了白骨。哦，对了，幸存的军士还说，他听到这些人讲突勒话。果然是突勒人。那后来呢？这些人突破镇远隘口后向关内而去，末将派前锋追赶，嘿，却连个人影也没有追到啊！
看起来，他们已经来到了神都。恩师，哎呦，曾大人来了。曾大人，大将军，今年未见，将军风采不减呐。哎，曾大人全掌洛州，志同开府，小杰还未向你道喜啊，还不是仰赖圣上擢升之恩，恩师教化之德呀。曾太，怎么样？有结果吗？刺史府的衙役们遍查全城的驿馆客栈，店家们众口一词，由于边境封锁，榷场关闭，外国人进不了关，因此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一家收留过波斯大食的商人，更没有突勒人。就目前的情势来看，这个突勒人定然不敢住进客栈之中。大人，他们会不会已经离开了洛阳，返回突勒了？有这种可能，但多年的断案经验告诉我，他们还在洛阳。哦，你们跟我来。刚刚孝杰说到，突勒前军主帅齐格的5万人向敦煌以北运动。不错，他们想做什么呢？定是想要偷袭敦煌。正是。敦煌以北地势平坦，大军无法隐蔽，怎么可能偷袭呢？若说齐格想凭借着5万人强攻敦煌，那就好比以卵击石。敦煌卫下辖10万大军，1天之内便可将其合围，进而全歼。招啊，大帅，你用兵可真是没说的。呵呵，当时末将就是这样对副将讲的。果然第2天，齐格的主力又莫名其妙地撤走了。这就是了。那么你们想一想，齐格向敦煌以北运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嗨，突勒人打仗向来是没头没脑。你错了，孝杰。这一次他们很有头脑。齐格率军北移，造成攻击敦煌的态势。作为敦煌主将，你必定会将南侧守卫隘口的主力回收，以备不测。正是，敦煌南侧没有突勒主力，只有一些散兵游勇。就像您刚刚讲的，末将将主力收缩至敦煌城北，一旦齐格攻城，守城军与城外主力里应外合，1天之内便可将其合围。他们算准了你一定会这样做，这才用齐格将你的主力引回，这样隘口便空虚。大帅的意思是，齐格主力北移不过是移兵而已，真正目的是为了让那支神秘的骑兵顺利突破镇远隘口，进入关内。而今边境封闭，任何人都无法入关，除了突破隘口，你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吗？这倒是不假。你把整件事情联系起来，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：齐格为什么向敦煌以北移动，又为什么在第2天便莫名其妙地将大军撤回？那支神秘的骑兵怎么会将时间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？你的主力刚刚回缩，他们就来进攻隘口。这一切都证明，齐格主力的移动就是为了配合这支神秘的骑兵闯关。不错不错，如此看来，恐怕只有这一种解释了。可大帅，闯关的是什么人，竟能调动齐格的主力为其做疑兵？这也太得不偿失了吧？恐怕这支骑兵闯进隘口，进入中原要做的事情，是10支齐格的主力都无法完成。是啊，这支神秘的骑兵作战时会将人踢成白骨。无独有偶，昨夜洛阳的街市上竟然发生了同样的事情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这说明他们已经来到了神都洛阳。你们想一想，他们费尽9牛2虎之力破隘入关，潜入洛阳，会是来玩的吗？
小杰刚刚说到，镇远隘口被攻破，发生在20天前。计算路程和时间，这些人的脚程再快，也不过才到达洛阳3天。他们费了如此大的气力才来到这里，会这么急于返回吗？有道理。可是大人，在偌大的洛阳，要找到几个藏匿起来的人，那可真好比是大海捞针啊！不错，曾台啊，我来考考你这位洛阳的父母官。恩师请讲。洛阳有多少门、多少市、多少坊？不算皇城和上阳宫，共有8门，3市111坊。洛州刺史府衙自掌故以下有多少差役？共有差462人。小杰啊，你卫下在南衙还有多少兵力？右卫卫主力都在敦煌，南衙只有500监府军。好极了！目前看来，这些突勒人定然隐藏于方士之中。我们就来一个打草惊蛇。怎么打草惊蛇？来，你们家有几口人？连老带幼32口。有没有突勒人？突勒人？到底有没有？没有。行了，回去睡吧。上下，你们这查什么呀？查突勒奸细，抓着就杀。站住！搜查！站住！马上有突勒人，我们要搜突勒人，继续搜。是。这上头说呀，洛阳城中会有突勒奸细。目前刺史府衙门正在全城搜索。从即日起，洛阳8门只开城中的上东门，其余7门全部关闭了。抓奸细！上东门了。走。诸位街坊听真，刺史府现正捉拿隐藏在洛阳城中的突勒奸细。哪一户家中有化外之人，或将房舍出租给化外之人的，立刻知会本方方正，否则以通敌论处。今日午后，刺史府将派3班衙捕进坊，挨户搜查。各方胡人到堂，快走！证人玉红带到。叩见大人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玉红，你要仔细辨认，不可粗疏大意。妾身不敢。开始吧。是。走吧，没什么。
后面，请等到院中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除了我和南山，还有别人知道你们在洛阳吗？当然没有。我们才到第3天，除了你们，谁也没见过。到底怎么了？不知为何，现在满城在抓秃了奸细。啊！洛阳8门已有7门封闭。午后，刺史府的衙捕就要来到这里，挨户搜查。什么？你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吗？不管是冲谁来的，你们都必须马上离开，到外面去躲避几日。否则，一旦被捕快和禁军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太子殿下，你们马上收拾一下，咱们立刻出城。好。恩师，哦，曾太啊，您又在想起李可汗？是啊，自时国一别已近5年，也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。哦，曾太啊，有什么收获？恩师，全城都动起来了。今天上午，洛阳各房带到刺史府的胡人就达60人之多。薛胜卿想话痨的玉红前来辨认，都不是我们要找的人。非常好，目前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些秃噜人已经待不下去了。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混出城去。曾太，立刻通知元芳，越是这个时候，越要打起10分的精神，绝不可疏忽大意。是，薛生马上赶到上东门。恩师说，蛇就要出动，让他们打起精神。站住！站住！这兄弟，那是什么车也查呀？没查呀，上峰差警是不得不查呀。通知善金局的，车上装的是伙食内的炭土，兄弟。这可是皇帝家的事儿，查不好是要掉脑袋的。也罢，既是内侍省的车，就过去吧。哎，多谢啊，兄弟。好，等等，大人，是哪个让你私自放人出城啊？他说他们是内侍省的车辆。那又怎么样？任何人、任何车辆，不经检查都不得出城。哎，老兄，我看你是不知道内侍省是做什么的。我看你是不知道洛州刺史是做什么的吧？这位便是洛州刺史曾大人。刺史大人，属下的有眼无珠。起来说话。你们是内侍省哪个局的？善金局的。你们的官长是哪位大人？江河大监沙尔汉大人。这手装的什么？是熔金用的炭土。出城做什么？回大人，善金局每日清运渣土，午时、申时各一次。通常是走北门，可今日北门封闭，只能从东门绕行。仔细检查。是。快检查。都给我查！
回去取，你们先回吧。哎，我知道。堵着城门干什么？啊，对不住，我们东西落城外，得马上回去取。我们错车掉头啊！快去吧，多谢了啊！元芳，怎么样？有收获吗？确实是单军局的运土车，没有什么可疑的。我跟着他们到了北门的渣土场，又跟着他们回来，没有发现。我们车上铁锹落渣土场了，我们得回去取。你们先回吧。啊！哎，我知道。堵着城门干什么？啊！对不住，我们东西落城外，得马上回去取。我们错车掉头啊！快去吧，多谢了啊！快上啊！好，就。不好，上当了！怎么了？回来再告诉你。姑娘，您是打尖儿还是住宿啊？打尖儿。好嘞，您里边请。照顾好我的马，用最好的草料。得嘞，姑娘，您就请好吧。哎呦，二位客官，您是打尖儿啊，还是住店呢？住店。哎，好，里边请。你这儿有没有上访啊？有。将我的马车拉到后面藏好，不要让任何人看到。不管谁问，都说没看到我们。啊？懂吗？哦，懂了，您就请好吧。里边请。哟，客官，您来了。哟，呀，客官，客官，您来了。您是打尖儿啊，还是住店呢？伙计，啊，有没有一辆曹帮上刻着内侍省单金局的运土马车来过这里？赶车的是两个身穿内侍省公服的人。没见过。客官，您慢走啊。
真的没有见过。这真的没有。你听清楚，我是洛州刺史府的官差，正在抓捕逃犯。如果让我发现你在撒谎，你就要倒霉了。真的没见过。发现你在撒谎，你就要倒霉了。这位大人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我问你最后一遍，答对了我就放了，如果答错了，不会再有脑袋了。我说，你们两个人住在哪个房间？他们住甲号客房。太子殿下，你说那些洛州刺史府的官差是冲咱们来的吗？现在还不能确定。我们才到了3天，从来没有暴露过身份，他们怎么可能知道？难道是那天夜里我们在南市杀掉那3个强盗？可我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啊！他们怎么会联想到我们身上？这太不可思议了。如果说世上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，那么他一定就是狄仁杰。惊动了狄仁杰？嘘，小点声。乌勒志，你看到了吧？就这么一次随意的出手，险些令我们彻底暴露。今后要加上12万分的小心。我明白了。原来是只野猫。朱烨，你不是在山西老家照顾大老爷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大老爷说叔父这里更需要人，他一定要让我回来。我拗不过他，只能遵命。哦，哎，你怎么会盯上那2个秃勒人？这2个家伙跟我同时到达这里，我一听他们说秃勒话，又鬼头鬼脑的，就知道不是好东西。真有2下子，不愧是大人的侄女。你只要一捧我，就是有事要求我了。知我者，你也。朱烨，这2个秃勒人非常重要，事情紧急，不计细数。你马上骑快马赶回洛阳，请大人率人前来。就这2个毛贼，还用这么兴师动众？咱俩进去，手到擒来。你不要小看他们，那个叫乌勒志的刀法非常精湛，能够瞬间将人剃成白骨。
有这样的事？你我贸然动手，一旦被他们逃脱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所以你要用最快的速度赶回洛阳。好，你要小心。放心，你去吧。哦，对了，吴乐志，你去告诉北山，那辆山金局的马车还藏在后院，请他处理一下。是。一定认识。当我用刀挑开你的风帽时，我会大吃一惊的。哼，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吧。案的凶手，你是谁？抓你的人。喂！
怎么回事？大将军，刚刚有人抢马跑了。师傅，怎么样？抓到了一个，另一个跑了。哦，哎，元芳呢？去追了。大人。嘿，大人，您这招敲山震虎真是管用。这两个秃勒人果然在城中待不下去了。下午，他们化妆成善金局的工人，在城门前耍了个调包的诡计，本已骗过了我。可卑职突然觉得不对，翻身再追，最后在迎宾驿截住了他们。哼，还不是我先发现的他们，也不提一句。好，功劳都是你的，行了吧？谁要和你抢功啊？没人夸我，自己提一下还不行？好了好了，有功有功，大家都有功啊！好，元芳啊，刚刚你说这两个秃勒人是坐着善金局的马车出城的？正是，他们安排得非常巧妙。马车先是出城到渣土，卑职一路跟踪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回到洛阳，刚进城门，其中一车夫忽然说要返回渣土场取东西。由于他们刚刚驶进城门，守城的军士便没有让他们再到出城口接受检查。于是马车原地掉头，两车相错，后车将前车挡住。就在此时，早已等在一旁的秃勒人窜上马车，而原来的马夫跳车离去，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掉了包。善金局的马车，善金局的官衣，善金局的工人，还有这条巧妙的调包计。如果不是元芳临时急制，此时这二人已经逃出罗网。你们想一想，如此周密的计划，单凭两个秃勒人能够完成吗？定有内奸帮忙。大人，刚刚有一穿黑斗篷的神秘人物来到这里，秃勒人称其为北山。北山，此人对我们的行动内情非常了解，甚至知道曾兄与您之间的关系。他断定你已经介入了此事，因此要两名秃勒人立刻随他离开。听那人说话的口气，绝对是个做官的，而且不是个小官。你看到他的长相了吗？最可惜的是，刚刚我已在后院制住了他，正要揭开他的真面目。恰在此时，乌勒之背后偷袭，我二人酣战之间，此人趁机溜走了。看到了吧？此案绝不像我们表面看到的那样简单。这两个秃勒人在神都的根子很深呢。哦，对了，元芳，刚刚你说到乌勒志，谁是乌勒志？就是那个将人踢为白骨的秃勒高手。哦，能确定吗？刚刚我二人交手时，此人竟在瞬间击出上百刀，由此可以断定，柳条巷剔骨案的凶手定是此人无疑。那他人呢？本来我已将他打伤，谁料想此贼施出诡计，夺马而逃。大人，是卑职无能。哎，双方交手，胜负都是难以预料的。对方使用诡计逃脱，就更是在情理之中的事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只要能够确定对方的身份，今后的事就好办多了。哼，这个乌勒志定是突袭镇远隘口那支神秘骑兵的首领。他奶奶，只可惜让他跑了。小姐，放心，下次他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。元芳，只要能抓到这个贼种，需要什么你尽管开口。我们抓住了他的主子，你还怕他会跑远吗？哦，他的主子？元芳啊，我说的不错吧？只要是大人说出口，就一定不会错。可以肯定，屋内的那个秃勒人就是乌勒志的主子。我亲耳听到乌勒志和穿黑斗篷的北山都称其为太子殿下。太子？难道像几年前的莫绰一样，又是吉利可汗的儿子？在秃勒，不光是吉利可汗的儿子，
夺路武四金、努氏璧武绰，以及各个部落小可汗的儿子，都被称为太子。哦，是这样，可说呢。然而，据我对突勒贵族的了解，能够意识乌勒氏这样高手的，绝不会是无足轻重的人物。哦，如燕，你领军士将驿馆周围仔细搜查一遍，看看还有没有可疑的人和物。是。跟我来。是。走吧，我们去见见这位太子殿下。是。Timmy Smith。Timmy Smith。狄仁杰。你是狄仁杰？原来你会讲汉话。是的，我就是狄仁杰。我再问一遍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突勒商人。商人，是率骑兵突破我镇远隘口，将200名守隘士兵踢为白骨的商人吗？你的手下乌勒智和刚刚来到这里的黑斗篷北山称你为太子，你们突勒人都管商人叫太子吗？这些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我的属下一直在暗中监视你们，你的一言一行都在本阁的掌握之中，所以我奉劝你，老老实实的回答我提出的问题，否则一旦天威降临，你就是粉身碎骨。说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夺路部大四金的儿子，玉骨社。到洛阳来做什么？来会朋友。放你的狗屁！你调动齐格大军做疑兵，一路闯关斩将潜入洛阳，只是为了来会朋友？你的话鬼都不会相信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信不信由你。叔父，叔父，怎么了，如燕？叔父，这只马鞍带是我在后墙外的气窗下找到的，您看看吧。更不是夺路部四金的儿子玉骨社。你的父亲是吉利可汗的叔叔，多年前因反叛罪被处死的默度，而你是好战的五部贵族首领赫鲁太子。什么？他是赫鲁？正是。哼！短刀上刻着他的名字。这枚纯金令箭更印证了他的身份。元芳啊，念给大家听听。夺路五部之可汗，
御风者的主人，沙漠中的雄鹰，赫鲁伊利耶。你现在还有何话讲？想不到，我们父子两代竟会死在同一个人手里。天不佑我，真是时也命也，我无话可说。赫鲁，你无视两国盟约，不听吉利可汗约束，公然点燃战火，率领5部好战贵族屡犯我境，烧杀剽掠，真是罪不容诛。我来问你，你今次阴潜洛阳，有何阴谋？不必多问了。既然落入你们手中，要杀要剐，请便吧。我知道，本朝之中定有内奸与尔内外勾结，沆瀣一气，狼狈为奸。那个什么北山，就是其中的一个。说他是谁？不要白费力气了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听说过内卫吗？听本阁好言相劝，知时达物，如实交代，否则将你交到内卫手中，到那时恐怕想死都是件奢侈的事情。你他给！来呀，将此贼暂押洛州刺史府大牢之中，10人一班，严密看守，任何人不得接近。是。走。小姐啊，你不该发怒啊！这一次我们抓了一条大鱼，啊，远方。是啊，赫鲁是好战贵族之首，抓住了他，就等于砍下了5部贵族的脑袋。他们群龙无首，用不了多久，自己就会内讧起来。话是不错，只是太便宜这个王八蛋了。哼，我说谁有这么大能力，竟能调动齐国的主力做疑兵，原来竟然是赫鲁。一定要撬开赫鲁的嘴，将隐藏在朝中的内奸挖出来，否则祸起萧墙，国无宁日。明日我们就进宫，将此事禀明圣上。什么？你们抓住了赫鲁？正是。这可真是天助大周啊！此乃圣上得之所幸，竟是违逆昏剿，自投罗网。此贼现在何处？现关押在洛州刺史府大牢。立刻传旨千牛卫，将此贼押往天牢关押。陛下，依臣看来，此事还是秘密进行为好。有道理。依卿之见呢？由洛州刺史曾泰会同内卫，将赫鲁秘密提出，关进天牢之中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来人！陛下，传内卫府大阁领凤凰进宫。是。陛下，赫鲁此来，乃为与朝中内奸结洽，恐与我天朝不利呀。有这等事？然此贼甚为强悍，昨夜严刑之下拒不吐实。就此贼近日的行踪来推断，2日之间，他已经与朝中的内鬼数次密谋。